在2025年的今天，我想和您一起坐下来，分享一本特别的书。您有没有觉得，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循环的剧本里，我们总是反复的、冗长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之间争辩，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再无其他。我们是不是太久没有静下来，去思考那些超越立场、超越情绪的宏大问题了？今天，让我们把那些日常的纷扰放在一边，一起进入人类文明的黎明时分。希望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思想，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文译名叫《人类新史》，它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万物的黎明。作者是两位颠覆性的思想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他们想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自由得多。在详细介绍这本书的颠覆性观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思想困住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想象。纵观过去几百年，我们对人类起源的思考，常常被两种宏大的假设所主导。第一种假设，我们可以称之为秩序优先的剧本。他的信徒们相信，人类的起点是充满野蛮、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原始阶段。我们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克服人性之恶，一步步建立规则、建立法治的历史。为了这份珍贵的秩序和安全，我们不得不接受大政府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要之恶。第二种假设，我们可以称之为失落的黄金时代的剧本。他的信徒们则认为，人类在最初的原始社会，本是一群无忧无虑、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孩子，生活在平等自由之中。直到有人破天荒地宣布某块土地是我的，私有财产出现，才导致了不平等和国家的枷锁。您会发现，这两种剧本都很精彩，都有其逻辑说服力，但作者指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们都认为人类历史是单向的、线性的。无论是从野蛮到文明，还是从自由到枷锁，我们的想象力都被困在了这条必须向上或向下的狭窄通道里。我们被告知，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的过程，而万物的黎明正是要打破这个铁笼。它要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剧本，而是一部充满选择、创造和自我塑造的自由史。如果这种线性叙事是错的，那么人类最初的模样是什么？让我们从几个温暖而有力的故事讲起。我们先从一个万年以前的故事开始。在意大利的罗米托2号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拥有着1万年历史的男性墓穴。这位男性患有罕见的遗传性侏儒症。在那个环境艰苦的旧石器时代，患有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他不仅在社群中显得异常，更重要的是，他无法参与那些赖以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高海拔狩猎。在传统的战争与野蛮的剧本里，这样一个不能贡献生产力，还需要不断消耗食物的人，很可能被抛弃。但考古发现的真相恰恰相反。研究表明，他所在社区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不遗余力地将他从婴儿抚养成了一个成年人，他们给予他与社区中其他人一样的肉食份额，最终他们还为他精心安排了遮风避雨的墓葬。这绝非容易的事，在那样的生存压力下，多养育一个不能狩猎的人，意味着整个群体的风险和负担都会增加。这个万年前的墓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启示：
人类的互助和关怀，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自然地存在于我们的基因深处。如果说罗米托2号揭示了人类的柔软与互助，那么另一个近现代的故事，则让我们思考文明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一位巴西裔女性海伦娜·瓦莱罗，在1932年被亚马逊的亚诺马米人所收养。她在部落里生活了整整20年，结婚生子，最终在社区获得了重要地位。1956年，她终于离开了部落，回到了现代社会，但结局却令人唏嘘。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持续的沮丧和孤独。过了一段时间，海伦娜·瓦莱罗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认为自己更喜欢生活在亚诺马米人中，并返回了部落。她的选择不是个例。殖民时代有大量的记录表明，许多被原住民社会俘虏或收养的欧洲人，在有机会选择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留在原住民社会，而那些试图融入欧洲社会的印第安人，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逃离，返回故土。为什么会这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私人信件中也许给出了答案。他写道：印第安人离开欧洲社会后，很快就会厌恶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所必须的忧虑和痛苦。原住民社会提供了一种深深的实质上的安全感。你可能中箭受伤，但你知道一旦中箭，总会有人深切的、无条件的照顾你。而我们现代社会所强调的自由，往往是形式上的自由。你有权利旅行，前提是你付得起交通费。你拥有很多财产，但同时也背负着永无止境的辛劳。许多殖民者发现，原住民社会保障了不必无尽辛劳追求土地和财富的自由。他们发现了生活在一个无人陷入绝望和痛苦的社会中的那种愉快，以及那种强大的社会纽带、爱和幸福。这是一种深刻的对比，一种是追求中箭概率小的安全，另一种是追求中箭后有人照顾的安全。人类历史的黎明并非被单一的宿命所主宰，而是充满了对生活和幸福的不同选择。这种选择的能力，才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真正主线。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这种选择能力是如何体现在古人对工作和政治形式的创造上。当我们谈论自由，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认为，要得到幸福和进步，就必须辛勤工作，这是天经地义的。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中也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颠倒。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反驳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曾大力宣扬，原始人为了谋求生存，生活更加艰难，是连续的繁重苦役。但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将觅食者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丰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指拥有用不完的物资，而是指一个人能够轻松获得他认为要过上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萨林斯的研究指出，许多狩猎、采集者，甚至早期的农耕者，他们每天只需要花费2到4个小时从事一些可以被称为工作的事情。他们并非贫穷，只是选择不积累。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讲故事、社交、休息、制作工艺品以及思考。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技术进步并没有把大多数人从辛劳中解放出来。相比于我们的祖先，我们今天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反而增加了。那么，既然古人有选择不被辛劳奴役的自由，他们又是如何组织社会，来确保这种自由的呢？我们传统的剧本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先学会农业，
定居下来，才能积累财富，养活足够多的人，然后才能建立复杂的社会和宏伟的建筑。但位于土耳其的哥贝克利土丘 Göbekli Tepe 却成了一块震撼考古学的巨石。这座遗址始建于公元前9000年左右，拥有由高大梯形柱子组成的巨石围场，有些石柱重达1吨，上面雕刻着复杂而梦魇般的动物图腾。请注意这个时间点，在传统的线性叙事中，公元前9000年的人类应该还处于分散、简陋的游群阶段。然而，修建这些巨大的石阵需要复杂精细的设计和规模惊人的劳动协作。这证明了一件事：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可以在没有国家或君主的强制命令下，由觅食者群体自主完成。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哥贝克利土丘可能并非永久性城市，而是一个季节性的节日中心。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聚集于此，完成建筑、祭祀和狂欢，随后又会分散成小群。这不仅推翻了农业是文明起点的论断，更展示了古人拥有惊人的集合与解散的社会创造力。这种集合与解散的能力并非特例，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人类学家称之为政治的季节性。以因纽特人为例，在资源稀缺的夏季，他们分散为20-30人的小游群，通常会处于男性长老的权威之下，生活较为简单刻板。但在漫长的冬季，当海豹和海象群聚集到海岸时，他们聚在一起建造巨大的聚居空间。此时，平等、互助和集体生活的美德会占据上风。人们分享食物，分享财富。这种变化不是环境逼迫的进化，而是社会模式的自主切换。他们有规律地建立和取消等级制度，将权威和屈从看作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真正的待解之谜，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了酋长或者国王，而是什么时候人们不能对他们一笑置之。如果古人有能力在不同社会模式之间来回穿梭，那么我们是如何最终失去这种切换的自由，并陷入一种单一的、僵化的模式中呢？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种僵局是如何在农业、城市和财产制度上一步步被锁定的。在传统的历史观中，一旦人类发明了农业，就意味着开始定居、积累，并最终走向阶级分化和国家，仿佛农业是通往不平等的单程票。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对农业的驯化是长达3000年的慢跑，而非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古人并非是被动接受了农业，而是有意识的实验和选择。他们是如何确保农业不剥夺他们的自由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最具智慧的例子：红销农业 （Recessional Agriculture）。这种耕作方式主要依赖大自然，农民将整地的工作交给河流的季节性泛滥。洪水每年定期对土壤进行翻耕、施肥和更新。洪水退去时，在留下的肥沃冲积土上播种。这种怠惰的智慧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日常负担。在许多实践红销农业的地区，农民只需要用挖掘棒或简单的锄头来松土或播种，没有沉重的犁地工作，没有常年的密集除草。洪水已经完成了最繁重、最耗时的翻耕、灌溉和施肥工作。它将大量时间释放出来，让农民可以像觅食者一样，将精力投入到社交、节日、工艺品制作或纯粹的休息中。最著名的实践案例之一，就是南美洲亚马逊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季节性泛滥平原。每年洪水季节，河水定期上涨，将肥沃的淤泥均匀铺洒。
农民要做的仅仅是等待洪水退去，将种子撒入这片天然施肥、天然翻耕的土地。这种模式下，他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获得高产，却无需像在其他地区那样耗费巨大精力去挖掘复杂的长距离水渠或用牲畜深耕。这种高效且低投入的模式，保障了社会资源的极大富裕，也让任何试图通过垄断水利工程来建立集权统治的企图变得多余且缺乏必要性。如果说红硝农业是依赖大自然的流动性来抵抗集权，那么亚马逊河流域的土著们则创造了另一种技术奇迹——印第安黑土 （Terra Preta）。印第安黑土被发现于亚马逊雨林深处，它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超级肥沃土壤，其肥力是永久性的。这彻底颠覆了热带土壤必然贫瘠的传统认知。它并非是自然的恩赐，而是古人持续投入有机物、木炭和陶器碎片，用数百年时间制造出来的生态奇迹。黑土的发现巧妙地回应了农业必然集权的论断。传统的大规模集约农业，特别是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加帝国的复杂灌溉系统，往往需要中央集权来组织大规模劳动力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这种模式天然地产生了管理精英和对核心水源的垄断，权力很容易自上而下的锁定。但黑土恰恰相反，它是在无数分散的小型定居点周围，由各个社区自主、独立地创造和维护的。这种财富的创造模式是去中心化的，它确保了每个社群的永久且稳定的粮食保障。这使得统治者难以对其进行垄断。黑土的数量巨大，地理位置分散，且需要持续的管理投入。任何统治者要想通过行政命令或暴力来控制数以千计分散在广阔雨林中的黑土，所需要的管理和军事成本将是指数级的飙升，在经济上根本不划算。更重要的是，黑土赋予了每个社区生存的独立性。这种永久的自给自足能力，使得他们无需依赖任何中央权力来获取生存资源。这保障了他们可以无视或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是阻止剧场国王变成实权君主的关键技术保障。我们传统的历史观认为，人口越多，社会越复杂，就越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来维系。但位于墨西哥谷地的特奥蒂瓦坎 （Teotihuacan） 这座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超级大城，彻底颠覆了这个常识。在其巅峰期，它的人口规模高达10万甚至更多，却被称为没有国王的城市。特奥蒂瓦坎最惊人的创造是其城市规划和居民住房。当时这座城绝大部分人口都住进了设计高度标准化的住宅群，我们称之为石屋建筑群 （apartment compounds）。请想象一下，这不是简陋的窝棚，而是由坚固石材建成，拥有多达几十个房间，环绕着精美的露天庭院的建筑群。建筑内部空间宽敞，墙面涂有灰泥，许多装饰着色彩鲜艳、充满宗教象征的壁画。最关键的是，每栋建筑都配有完备的下水设施，这在古代城市中是极度罕见的。这种高标准的、标准化的住房，清晰地表明城市资源被用于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而非只集中于少数统治者的金字塔尖。这种平等的原则也体现在居民的饮食上。通过对特奥蒂瓦坎遗骸的分析发现，这座城市的市民们主要依赖玉米、豆类和南瓜等中美洲经典作物，并辅以野生动植物。然而，考古学家在分析来自不同住宅群的居民遗骸时发现，他们在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上的差异非常小。这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座城市拥有巨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但它几乎没有赤贫人口，没有大量因阶级差异而导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证据。特奥蒂瓦坎的市民们享受的生活标准，是城市史上任何其他城市社区都难以企及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特奥蒂瓦坎设法实现了没有最高统治者的自治 （self-governance）。它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人类通过合作和共享繁荣，建立高度复杂的、拒绝王权的城市文明。那么，既然人类有能力这样选择，我们又是如何失去这种切换的自由，最终陷入一种单一的、僵化的国家模式中的呢？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种僵局是如何被锁定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古人是如此的自由，他们可以玩转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模式。那么，人类是如何最终失去这种切换的自由，陷入一种单一的、僵化的国家模式中的呢？这种僵局的形成与现代财产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在欧洲列强殖民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将原住民赶出家园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被称为农业论证 （agricultural argument）。这个原则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财产权来自于劳动，只有通过耕种土地，将自己的劳动与土地混合在一起，你才算真正拥有这块土地。因此，殖民者认为，那些没有进行欧洲式耕种的懒惰的原住民，并没有合法的拥有土地。但这个论证是基于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巨大误解。原住民并非没有管理土地，他们只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务农方式，例如有控制的烧荒、清理、修剪来管理动植物资源。他们的目的并非是最大化产量，而是确保生态系统的持续丰饶。这暴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概念。第一种是古老而富有责任感的产权。在许多原住民社会中，所有权往往带有支配和照看的双重含义。例如，图腾制度下的氏族拥有某个动物物种，但同时意味着他们不能捕猎、杀死或消费该物种，而应参与促进其存在和繁衍的仪式。拥有意味着责任。第二种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产权概念，它发源于罗马法，其独特之处在于，照看和分享的责任被缩减到最低限度，甚至被完全抹除。现代财产权的特征是，人们可以选择不去照看它，甚至可以随意毁坏它。当这种可以随意毁坏的产权概念与殖民者的强大武力结合时，古人的实质自由，特别是离开目前环境或另迁他处的自由，就被彻底剥夺了。古人之所以能保持自由，是因为他们懂得玩转社会权力。作者将社会权力分为3个基础：暴力控制、信息控制和个人魅力。因纽特人通过季节性切换来拆解权力，特奥蒂瓦坎通过共享繁荣来拒绝暴力垄断。他们不会让这3种权力集中于一处。然而，现代国家的诞生正是通过一个锁定机制，将这3种权力基础永久地融合在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结构中。永久的暴力垄断，只有国家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永久的信息控制，通过官僚制度、档案和官方机密，永久地掌握知识和信息。持续制造的政治魅力，通过选举和媒体制造出持续的政治魅力，要求人民永久性地充当旁观者。这种锁定机制最终剥夺了我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切换和重塑的自由。我们不再把权威看作是伴着玩的国王，不再相信可以像祖先那样在不同社会模式中轻松地穿梭。人类从自由的创造者变成了单一剧本的囚徒。
但这真的是人类的终局吗？我们将在最后一节用更极端的历史案例来证明，人类的创造力从未真正消亡。我们在前面探讨了农业和城市并非必然导致不平等，现在我们来看人类社会形态的最极端范例，来证明所有社会结构都是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让我们聚焦北美洲西海岸的觅食者社会，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觅食者社会群，但这个群体内部却存在着巨大的戏剧性的差异。第一种选择，战士贵族与奴隶制。在西北海岸文化区，如夸寇特尔人或努特卡人，他们高度依赖捕鱼和复杂的木工，但在他们的冬季聚居地，却是由经常相互掠夺的战士贵族所主导。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觅食者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动产奴隶构成。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觅食者并非必然平等，人类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基于等级和奴役的社会结构。第二种选择，禁欲与财富积累。尤罗克人。沿着海岸线向南，我们遇到了尤罗克人，他们没有奴隶，也不存在世袭的等级或头衔。然而，他们也没有选择共享，而是刻意选择了禁欲主义和财富积累的道路。尤罗克人雄心勃勃的男性被劝诫放弃任何形式的放纵、进食、性、玩乐或怠惰。他们积累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易或建立军队，而是用于支付伤害赔偿、解决争端和建立社会威望。这就像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精神，将勤劳、节俭、禁欲视为美德。第三种选择，真正的平等与分享。但尤罗克人并非加利福尼亚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加利福尼亚中部的许多群体，比如卡沙亚波莫人 （Kashaya Pomo） 和其他部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更具传统平等色彩的社会模式。在这些群体中，坚决反对财富积累，任何试图积累超出需求财富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谴责，因为这被视为对群体的背叛。强调季节性分享。食物和资源，尤其是采集来的橡子等主要食物，会通过复杂的分享网络在氏族和家庭之间流动，以确保没有人会挨饿。温和的领导权，他们的领导者、酋长通常是温和的、有说服力的，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强制暴力，而是来自道德威望和慷慨。一旦失去民众支持，他们的权威就会消散。无论是选择等级制、财富积累，还是彻底的分享，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觅食者社会，都证明了人类社会结构是被设计、被选择出来的。它们不是自然环境或技术水平的必然产物。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非是单一剧本的囚徒，而是社会形态的创造者。如果说，我们在前面看到了现代国家是如何用锁定机制终结了我们的自由，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找回古人用来抵抗权力的三种社会自由的基本形式。第一，离开目前环境或另迁他处的自由。第二，无视或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第三，塑造全新社会现实或在不同社会现实之间来回切换的自由。古人之所以能有更有创造力的第三种自由，正是因为他们把前两种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只要人们可以随时不理会国王或搬到其他地方，那么到了最后，唯一能够存在的国王必定是伴着玩的国王。我们今天陷入的僵局，正是彻底丧失了这种对社会现实进行切换和重塑的能力。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接受某种既定的、
单一的经济和政治形态。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是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蓝图，而是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目前我们所身处的某些制度，并非牢不可破。我们人类在特奥蒂瓦坎实现了没有国王的共享繁荣，在红硝农业和印第安黑土中实现了反极权式的耕作智慧，在政治季节性中实现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切换。作为人的真正含义，在于我们对创造新事物的无限可能。这本书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和文化都是靠人类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在其中有冲突和反复，但并不是固定了只有一种发展方向。既然古人可以玩转不同的政治形式，我们为什么不行？最后，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风格的读书节目，在未来我会阅读并解说更多的好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